今天下午呢，将由我和汤老师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抖音第16期的拍卖，抖音第16期的拍卖导览，也就是预展导览。那么拍卖呢是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大家可以去锁定一下我们这个抖音平台的这个直播间。好的，那我们就先看到第一件拍品吧。好的，我们这个1851号。行，1851号。对。这是清中期的一对矾红寿字纹盘，也是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件。整体呢，口沿是略带有这种花口的造型，然后内里呢是由这个矾红去描绘寿字纹和这个云浮纹，外壁呢也是绘了几组这个红符，底下落的是道光年制的一个篆书款，也是属于民窑当中的一个精品吧。对。这两个小盘呢，从造型上来讲呢，这个是作为道光时期比较常见的一个造型，我们叫它花口。那么这个东西呢，它的品相呢，两只都有冲线这个我们可能照近了，可能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讲清楚。像我这个口沿上就有一点小颗有点小颗，所以这个在品相上呢，还是多少呢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瑕疵。这个呢是在我们面对这一对东西的时候，我们还要实事求是的把我们上边的这些品相上的问题呢，要公示大家，要告诉大家。那么这一对矾红的寿字纹，中间呢是鸿福齐天，那这个寓意是很好很祥瑞的。首先呢，它是与这个贺寿有关这个呢是这个两个小盘它的一个中心的思想那么这种东西呢，过去可能是一个呢是拿去做一个贺寿的寿礼一个呢当然也可以自己去使用它。那么从这个用山羊花二铁作为陈色，这个时代呢是比较早的。我们从最早的新石器时期的这个仰韶文化开始在那个陶器上，借用大自然馈赠的这种铁去描绘这个陶器上面的各种各样的纹饰，也把自己的一些想象的一些纹饰也描绘在这个器物上。这个呢，除了我们讲的是这个仰韶文化以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甘肃的这个马家窑文化都有这种用铁做陈设的这么一个装饰技法。当然这种装饰技法呢，延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是吧？我们这个说的呢就相对比较远一点。如果我们从近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呢给几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请摄像师把这个镜头给我们切过来，切的这件东西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台湾红喜美术馆、红喜博物馆里边收藏的这么一件东西。这个东西呢在30公分左右因为我在红喜美术馆呢曾经见到了它，这个呢保存得非常好。那么在器物上在这个人物造像上，同样是用这种矾红或者说山羊花二铁作为装饰的这种技法呢，在磁州窑系统里边使用的是最普遍的。因为磁州窑呢作为我们北方的一个民间窑，所以它使用色彩呢相对来讲比较的生动活泼，因为它不受拘束，他想怎么样表达自己的这个感情，他就通过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说黑颜色这也是铁，这个红颜色也是铁，没错。你看他身上用的那个黄彩，它也是铁，是吧？
它这个头上的黑发胡须，同样也是铁。所以一个铁，我们光讲今天讲的这个矾红这个东西啊，这个山羊化二铁作为一个成色剂啊，它可以表现出各种的色彩，这就是非常难能可贵，而且对于我们中国陶瓷来讲，这个山羊化二铁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温故而自新，去想想我们这个先辈们曾经在中国陶瓷上使用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颜色。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武士俑这件东西呢在台湾，但是呢在我们北京我还见到一件，也同样是武士俑。这个呢给你感觉的是个胡人这个髯须这个胡须特别的浓密。我们上次我在北京看到的一件呢，一看就是汉人，这个给人感觉是胡人而且呢很有意思的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的尺寸差不多高；第二，他们手上拿的东西各有所不同。我们看到的这位这个武士手上托着一个什么东西呢？托的是一个犀角这个我不知道镜头前面的朋友能看得见吗？他手上托的是个犀角，这就是犀角。我在北京见到的那一件，他手上托的是一个象牙，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说明当时烧这一批东西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个不同样的宝物。那么这个的东西呢，究竟是为了反映这个八蛮贡宝呢，还是表示其他的含义？这个目前因为只看到2件，而且我在北京见到的这件呢，它的底座上有几个字太重要了，写的什么字呢？磁县临水朱家照。以前我们都是讲山西长治8夷窑烧红绿彩金带的红绿彩，但是呢其实不仅仅山西烧，我们这个磁县的观台河北也烧。像这样的东西呢，应该是我们磁县观台烧造的作品。大家看到这个上面的颜色非常的艳丽，非常的漂亮这是我们平常很难见到的这么一件作品这件东西呢，这个大家将来有机会不知道现在这个红旗这个美术馆现在还陈列不陈列了这是我很多年前10几年前去的时候见到的这件东西非常生动，而且这个神韵非常好。而我们北京这件东西呢，可惜就是上面的色彩相对来讲比较皮，包裹的不是那么完善所以呢，这相比较而言呢，但是它传递了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这是新石器时期既用这个氧化铁作为成色剂，但是我们在这个瓷器当中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河南的巴春窑瓷枕上面也有红色调。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巴春窑的一个绿长的枕头，这也是磁州窑。大家看这个碗刚才是一个鸭子，这个呢是一条鱼，这个都是属于磁州窑系统的你看这个色彩非常雅致。这件东西呢是一个长的枕头，大家看见没有？中间是一只白鹇是一只鸟，非常漂亮。这是上海博物馆一直陈列在那个地方，大家有机会去上博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件东西。其他是用绿做地、黄做地，这个几朵花看见没有？就是用的矾红进行装饰如此种种，我们大家要注意从金代开始，这种红作为一种装饰的颜色已经在民间窑当中是比较的普遍了。所以我们很多的爱好者在研究中国陶瓷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了矾红
铁红、盖血红、描红等等关于这个山羊花儿铁的这种称呼这一类的东西，它们绝大部分都是釉上彩绘，都是属于低温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学的人呢都应该加以了解都应该知道。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些东西都是把器物烧好了以后，根据绘画的内容，把这个矾红的颜色，或者说用这个我们更专业一点的术语叫山羊花铁，直接描绘在这个所需要的绘画这个部分，让它的颜色通过炉子烘烤以后，形成了一个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色彩，把它展示出来。这就是我们讲矾红这个东西呢，它的历史渊源是很久远的。尽管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清代道光时期的这么一个矾红的作品，是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想到它的源头在哪里。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瓷器的研究又有多大的参考价值呢？我觉得应该说还是很巨大的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矾红作为一个装饰，尤其是在釉上装饰它的重要性。第二就是我们看这个上面用寿字作为辅助纹饰它既是边饰又是主体纹饰，因为我们看它的主体纹饰反而变得很小，只有中间这一块是用矾红描的蝙蝠和云彩。那么这个寓意刚才我前面已经讲过了，鸿福齐天，因为这个云彩是在天上蝙蝠飞到云彩里，那肯定是在天上，所以鸿福齐天来描述这个图案是非常准确的。那么边上的这个纹饰呢，它是既边又成主体纹饰，原因在哪里？这个纹饰它占据的空间比较大它几乎占到了1半的空间，所以它既是辅助纹饰，也是主体纹饰。那么这是我要讲的一点。还有呢，就是这个字，我们都知道康熙时期有一个万寿尊。据我们很多的专家研究全世界我们可知的大概也就是那么几只7、8只那么保存得很好的呢，也只有钟汉曾经拍过一件那件呢是一件回流的，从日本回流的一件那个万寿尊，那是一件最好最漂亮，文字最清晰，而且没有任何这个瑕疵的这一件东西。那个上面的寿字呢，我们讲万寿万寿，这个上面有1万个寿字，但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寿字呢，也是取自于这个万寿当中的几个个体这个其实就是个体当中选择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它的一个承上和启下的一个关系很明显。那么除了康熙万寿尊上面有这种寿字以外，其他我们看到的寿字有没有呢？有康熙时期有，雍正时期有历朝历代都有，但唯独到了道光同治时期又把这个寿字变成了一个主体。这个呢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道光同治最多尤其是用矾红最多。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以后给大家看的目的就是提示大家，一个是它的渊源，第二个它的起始的年代，就是尤其是中间的这个寿字一直延续到晚清有这么一个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呢虽然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我们在识别它鉴定它的时候，却是一个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时间的概念一个时间的概念。这个呢我们再看看它背面的这个道光年制它是用的铁线钻。我们以前一直讲
这个用铁线篆呢，这种写法呢，一直延续到道光年间，这是指的官窑器。啊，到了咸丰同治以后呢，就采用楷书了。但是民窑则不然，民窑一直写到了光绪，我们都看见它有4字篆书款，有6字篆书款。啊，我们这个呢，你看就是就是单方框里边用4个字“道光年制”，啊，同样也是铁线篆，所以我们就要掌握官窑和民窑之间它的区别，落款的形制它是有差异的，而且这个差异还比较大。那么像这一件东西呢，这个上面的道光年制，看看道光年制啊，年制，它这个呢是用我们讲用笔啊，用狼毫把它写上去的。大家要注意，还有一个问题，到了同治以后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叫图章款，也是矾红的。那么这种图章款是什么呢？是用橡皮图章刻好以后，蘸在这个矾红色彩里边，在这个底上，在必要的部位把这个章盖上去。那么所以呢，这种东西两者之间大家是好区别的。那么这种写呢，有横竖啊、落笔起笔的这个关系在里边，可以识别。而图章款，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这个轻重缓急、浓淡的区别。这个呢，也是在这儿呢，特别提示我们镜头的前的朋友，在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要稍微的想一想，把这个问题呢搞清楚。所以我们这件东西呢，虽然小，它的尺寸多少呢？它的口径是13.5公分，其实并不大，也就是我们讲的大概也就是5寸吧，5寸不到一点点的，就这么一个尺寸啊。对，13.5厘米，的直径。13.5厘米。对。所以我们在过去工作当中呢，这种东西过去经手的比较多。这个只不过是道光时期的一个品种其实它品种有很多但是这个造型大家要注意它这个口沿这种花口的造型，在道光和同治时期特别的多尤其是民窑当中特别多所以我们一看到这种造型的时候，马上脑子里有概念，这会不会是道光还是同治是吧？马上就要反应过来，这有助于我们把这个年代的概念一下子缩到最小范围节省时间，缩小范围，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甄别这就是我想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呢，给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们稍稍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提示希望我们这个镜头前的诸位朋友呢，以后碰到这样东西以后呢，稍加小心，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好吧？没错，也就跟汤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我们去究其根本的话，就会明白，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的色彩没有我们常见那种高温铜红釉的光泽这么的，就是这么的明亮因为而且成色可能没有那么的红，它更多的是偏那种橘红调的，其实还是和它的烧成温度有关系，以及和它的这个成色的元素有一定的关联。这个上面呢，所有的这个寿字很有意思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什么呢？写这个字的人，他是先勾轮廓线然后再往里边加这个矾红彩非常有意思这件东西所以这个大家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比较注意一下。那么还有刚才我们陈小姐讲的一个问题呢，倒也提示我们所见的这些矾红都是干涩的，一定要注意这个用词这个措辞是干涩的，看不到光泽的。一旦这个矾红的颜色出现了光泽，有那种油亮的情况，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可能年代就晚了很多很多。这就是在鉴定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个诀窍。是。这个在这儿呢，我们要专门这个提示一下，也希望镜头前的朋友们能够注意一下关注一下这个提示，很重要很重要。好的，我们再接着看下一个。您的那个麦开了吗？我的麦开了怪，我的麦开了吗？您的麦是不是收的我这边的声音啊？哎呀，对不起，我这个麦怎么没有打开？我在这讲了半天。哎呀，这个。我来。好的，来，好，收起来。这回应该听得见了吧？我看刚才，哎呀，是我的错，对不起。这个是我这个刚才这个麦有问题现在我要注意一下。这个我刚才把它打开了对不起。好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件是，1852号乾隆时期的一个青花矾红暗八仙展托一对。这个呢也是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及的矾红，然后也是一个右上和右下这个色彩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工艺吧。然后它的里边呢画的是这个团寿纹，然后依次向外呢画的是这个暗八仙，然后再向外呢画的是这个八宝纹。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画的这个云浮纹，底部落的是这个大清乾隆年制的篆书款。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右上的矾红以及右下的青花之外呢，这个就很显然的就是可能很多人说这个八宝和八吉祥八宝和暗八仙是不是一种东西？那其实从这一件当中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因为它外圈画的是轮罗伞盖花冠鱼肠8种佛家八宝，然后它的内圈青花的部分呢，其实是以这个道家的八仙代表人物八仙手上各持的法器，包括有这个什么葫芦这种这个花篮扇子，这个是八仙的法器。来进行一个装饰，所以这个我们通常所说的八宝和这个暗八仙纹其实是2种不同的纹饰。这个很有意思镜头前的朋友。那么这件东西呢，刚才我们陈小姐解释了这个问题，外圈矾红，是吧？是这个是八宝。对吧？里边是暗八仙，里边是八宝。外边是八宝，里边是暗八仙。实际上呢，这个很有意思，外边是佛家的，对，里边是道家的。对，这个佛道2种这个法器把它合在一个上边，这还是不多见的。没错。这个因为道家讲的是什么，佛家讲的是什么，这个完全这个信仰是不同的居然融合在一个器物上，这个比较少见。比较少见。这个呢，这个刚才我们讲了，这是一个这个展托这个中间呢起了一个人这个我们就想到了一个什么呢？想到了洪武时期的那个展托它中间也是有一个人的也是有一个人的。那么到了这个永乐宣德以后这个中间就没有这个人了，这个展托。所以这件东西呢，它这个功效和用途是比较明显的。这件东西呢，应该是一个酒杯的托酒杯的一个小竹放在这个里边没错也可能人家会放这个茶具这个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所以这个东西呢蛮特别，中间呢是一个单圈，里边是一个团寿。那所以说来说去呢，不管它是佛家的还是道家的，大家中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祝愿还是祝愿这个长寿对，还是个贺寿的题材就跟我们刚才那个贺寿题材表现的只是方法不一样而已，但是呢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是意义是一样的。那么这件东西呢，除了我们讲有青花有矾红，它外边也是一样，外边也画了4朵云，那么然后呢又放了
4个矾红的这个蝙蝠，同样它的寓意也是和刚才我们讲的一样，鸿福齐天，鸿福齐天的寓意。那么福嘛是蝙蝠呀，云彩是吧？这个寓意就很明朗了，很明朗了。这个呢是扬州文物商店出来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草书款这个铁线篆款，大清乾隆年制。那么很显然呢，这个几个字写的呢还是稍微草率了一点，并非那么规整。所以这件东西呢，应该是民谣当中的一件作品，民谣当中的一件作品。这件东西呢，它的尺寸口径是12.9公分，13公分都不到。刚才我们那个是13.5公分，这明显比它要小掉6公分。小掉6公分，说明这件东西比刚才又要小那么一圈小那么一圈同样，它这个品相呢，有一只口沿有小颗，另一只口沿呢有冲线、嵌皮儿，以及呢这个托处呢有一点点小颗这个地方，这件讲的是我手上这一件这个外边这个棱角这个上边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颗。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颗，这个呢，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品相这一块呢，是的，可以去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件东西，这件反正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这么一小件东西，对，小巧可爱，是的。正常来说呢，这种展托上面应该还是配有杯子的，而且这个乾隆本身。就是乾隆年间本身，乾隆皇帝对于这个煮茶这一份文化，品茶这份文化都还是比较中意的嘛。因为乾隆御制诗里面应该有不少首都是有关于他烹茶这件事情的，品茶这件事情的，包括有我们这个熟知的《三清茶园》上面配的这个御制诗，这个三清茶这首诗，以及就是烹御前茶座都是乾隆去吟咏关于他这个品茶这件事情的，以及就是说清宫御窑当中有很多这个紫檀器、紫砂器，都是为了他就是去品茶这件事情而定制的。所以我觉得上有所好，下必为之嘛。对，这个肯定是民间文化，一定也是有受到当时宫廷文化的一定的影响。所以这种茶具在当时就是说可以做的还是比较精美的吧，而且纹饰也是比较满密的这种的，就也是有一定花心思在的，所以也是有一定受到这个当时宫廷的影响。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宣德时期的有这种工艺。哪个这个吗？这个，对，这些都是，你看像这些都是这个吗？这个是其中就是有青花带青花的这种，对，大家看见没有？这一件这个金钟式的一个杯也有的把它叫碗的这种东西，大家注意一下，你看没有？这个里边有矾红也有青花，实际上和我们这件东西是一样的。那么它首先是要把青花烧制完成。然后在它的这个空间再进行描绘，比如说这个金钟式的这个碗，除了我们看到青花的瑞兽海兽以外，那么它的空白处用矾红勾勒了汹涌澎湃的海水，这个呢就是给大家看到那种震撼这中间是龙还是龙这个呢是。我们在明代宣德时期就已经有这种工艺了。那么旁边的这个碗里边有带款的大明宣德年制，大家看见没有？这个里边的矾红是什么呢？是木须花木须草勾勒的这种纹饰在上面。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纹饰的时候，马上会想到，不仅仅我们清代有这种青花矾红的这种装饰，那么在明代已经出现了这种装饰。这种装饰的出现，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是一个
对我们前面的一个继承和发扬。现在我们看这个高祖碑也是这样，刚才我们是红做主体，龙作为其中的一个主体纹饰。你现在我们看看，这是青花变成了一个它的衬底，然后中间的海兽，海兽的话呢，它是用矾红来描绘的，海八怪，海八怪这一类东西。所以我们讲这个，其实我们古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创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传承把它继承下来，然后再发扬这一对盘呢，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看任何一件东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忘了，就是它前人有没有创新，我们后人如何继承的，它前后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呢，才觉得这种东西呢更加的有意义这个就是高祖碑碗里和碗外的，看见没有？对的。外边是苜蓿草，里边同样也是苜蓿草这个东西好像是台湾故宫的这一件东西非常珍贵非常珍贵的一件高祖碑高祖碑，大明宣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以后呢，给我们很多的遐想也提醒我们要经常的反思我们古人有没有做过，做得如何，对我们今天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好吧？行，我们再来我们再来，好吧？我们呢是先把这个收一下。哪个？怎么了？收掉吗？说一下，介绍一下书。可以买是吧？好的。我先拿下一件，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上面的书。对，这个我们这个镜头前一直摆在这儿，我们刚才也疏忽了，就是我们这本书这是我们这一次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这个编作出来的这一本书。那么这是我们这个中海巨门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个邀请金立言先生我们这个杨欧总经理以及我们这一个团队，经过了将近1年的时间编撰出了这一本叫《浮生百态：17世纪中国瓷器青花人物篇》的这么一个著作。这个著作呢，基本上是我们本世纪流传在我们民间的或者说藏家手上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因为这批东西呢，我们把它征集来以后，为了出这本书，为了搞这个展览不断的筛选，挑出了160多件最经典的这个作品作为本书的主体内容，同时呢，也把书上的内容和我们这个选到的当时代的，比如说明代万历前后的很多的版画内容相结合，所以设计的内容是比较宽泛的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一些墨园当中的一些版画艺术。所以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经过了不懈的努力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心打造的这么一部著作。这个著作呢，有助于我们，不管是我们学界我们收藏家爱好者，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学习参考的工具。在我们今后的这个市场当中，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呢，都可以翻一翻这本书，因为里边很多的涉及的内容包括里边的和一些很多的掌故翻译，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翻的应该说是比较细的，而且呢这当中应该说
失误的还是比较少，就是我们讲的谬误啊，还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我们不断的进行修改、修正通过这么多时间的这个精选挑练才做出了这本书的，所以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没有讲，所以现在专门再把这个呢拿出来给大家专门再强调一下。是的，对，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尤其是镜头前的朋友，要关注这种东西。这本书我觉得是本世纪比较重要的一部学术方面、研究方面的一个著作因为这一切呢，我们作为文化公司更多的还是考虑到它的这个研究价值，提供给各位的朋友进行研究探讨想提供更好的一个途径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本书我们现在目前是一个9折的优惠期，然后我们的展览呢是到15号就结束了。那么到15号展览结束的当天晚上呢，我们就会恢复原价，也就是1680的一个价格。那么现在呢是1500多，就是还是一个优惠价的折扣期，在我们这个小黄车里面，大家就是可以去进行购买的我们现在各平台呢都已经上架了这本书的这个链接，大家都可以就是通过这个链接去进行一个下单。那么我们也是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后续的发货也好，各方面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后台的客服人员。好的。行，那我们就继续讲。继续我们继续。我们即将要拍卖的拍品。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抖音第16期的拍卖呢，今天下午我们是直播导览，然后晚上8点会进行所有拍品的一个拍卖，大家可以持续在直播间关注一下。那我们继续现在看到的这一件是1867号。1867号。对，1867号清康熙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的赝品。其实这件呢，应该还是一个就是康熙时期比较不错的制品吧，应该是属于一个盘子的盘芯，然后把它改成了赝品的这样的设计。然后这个中心呢画的是《西厢记》人物故事当中这个僧房贾玉的这个环节。那么《西厢记》呢，我们也知道就比较流行于明末清初这段时间，尤其是康熙时期，非常多的制品上面都会以《西厢记》故事为题材，选取它当中高潮部分的几个段落和著名的画面去进行一个装饰。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这个佛殿奇逢、长亭送别、斋坛闹会，然后趁夜渔墙这些。那么这个僧房贾玉呢，其实还是挺难见到的。当中呢是这个坐着有一个和尚吧，然后另侧呢坐的这个人就是看起来衣着比较得当的，就是张生了。这个章节描绘的是张生偶遇莺莺之后，然后向这个寺庙里的这位先生去打听，说也想入住这个寺的，对，就是想要增进相互了解的这个机会的这样一个章节。对，这个画面当中3个人的这种构图也好，包括这个场面也是非常的生动到位的。那么这件东西呢，这个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刚才我们陈小姐讲了她的这个故事她选择的这个题材，取了这个题材当中的一个景。那么主体思想呢，主要还是张生想入住寺庙，更多的想和莺莺亲近主要是这个也反映了就是封建社会人们为了追求这个自己的爱情而做出的一个努力。那么中国人呢喜欢讲含蓄那么这个画面的话，实际上也是通过中间人就像这个僧侣像媒婆一样的要做中间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呢主要是反映的这个一个题材和内容。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讲我手上拿到的这个东西，我们叫它是赝品，
实际上呢，他可能是想做一个小作品啊，小作品。他这个设计啊，包括它的边框设计，这个镶嵌啊，都是采用这种办法啊，因为它这个是个圆的。那么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呢？应该是一个大的盘子。这个盘子呢，最少是在30公分啊左右一个盘子。那么可能是因为它的外侧呀磕碰或者损坏了，那么物主呢干脆就取中间主体的一个纹饰，然后来做这个赝品的。这个呢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啊，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充满了智慧。那么请大家看一下，它的背面是带款的啊，非常有意思。那更说明了这件东西啊，原来它绝对不会是碗，也不会是笔筒，而应该是一个盘。上面写的几个字呢？大清康熙年制。大家看一下这个几个字啊，就有那么一点点带有官格体的味道在里边，哎，很有意思。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件东西应该是康熙中晚期的作品啊。那么有些朋友要问了，你凭什么说呀？它是中晚期的作品啊？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第一，它这个底面有非常的洁白；第二，它的青花料的颜色啊，还是属于那种我们讲用的是泽料，还不是用的朱明料啊。朱明料主要集中在康熙30年、40年期间，用的是特别的明显，有那种啊，过去讲藏毛蓝、藏毛青的这种感觉，雪白的底上面非常艳丽的那个蓝色调啊。那个呢，也有人说它这种材料呢叫朱明料啊。朱明料出自哪儿呢？云南宣威啊。宣威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有一个特产，就是宣威的火腿和我们浙江金华的火腿属于同一个级别的啊。这个地方，哎，它有这种习俗，喜欢做火腿的。那么宣威也是中国做火腿的唯二之地啊，除了我们讲这个浙江的金华啊，然后就是这个宣威的火腿。除此以外，它还产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氧化钴。康熙之前，这个宣威的啊，这个氧化钴料它的含量很低，只有2%，所以呢，我们这个陶瓷啊烧造的时候呢，都不选择它，因为它的钴的含量比较低，杂质比较多，所以这种颜色要画在瓷器上，那颜色尤其是蓝色调，不是那么雅致，不是那么艳丽，所以大家不会选择它。那么我们在天工开物当中曾经提到了用煅烧法啊来提纯提炼这个钴料，这样的话呢，明显的使钴料的纯度有所提高。那么从这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啊，一个是浙江的青花料变得纯净，虽然它没有朱明料那么阳俏，但至少是清爽的、干净的，甚至呢，油洗画出来以后呢，显得比较雅致。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款呀，落的大清康熙年制款呀，就是属于这种经过提纯以后出现的，啊，这种钴料，所以颜色呢，它是相对的比较含蓄啊，不像朱明料那么阳那么俏啊，所以这个应该说在钴料上，这个还是看得比较明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底面的釉啊，还是那种带有点长石釉的味道。所以这件东西呢，为什么把它放到中望晚靠呢？就是它的釉依然用的是长石釉。
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康熙晚期的叫亮皮什么锦皮亮釉。锦皮亮釉啊，在我们市场上喜欢用这个，我还不太习惯啊。我们市场上经常用的叫锦皮亮釉。啊，所谓的锦皮亮釉实际上是什么呢？已经在常识釉的基础上，在釉的配置上发生了变化。所谓的锦皮亮釉是在釉里边，这个氧化钙的含量增加了，而这个氧化钾的含量降低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们那天在和几位专家在探讨的时候啊，就讲到了早期的釉是偏轻的，中期的釉是粉白釉、高白釉，这个亮白釉，这叫常识釉。可是到了锦皮亮釉的时候，又恢复到了这种减去钾、增加氧化钙含量的这么一个状态中来，所以这个时候的釉呢，又慢慢的变得稍微的轻一点，那么之所以造成这种原因主要还是为了使这个青花骨料在这种釉的下面能显得更加的亮丽，或者说更加的雅致。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作品也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件作品。实际上这件作品如果完整的话，这件东西还是蛮漂亮的，没错还是蛮漂亮的一件作品，所以它难能可贵。因为这件事情呢，我就想到了我在20多年前在我们当地的这个古玩市场见到过一件东西，也是跟这个尺寸差不多大，是一个盘儿。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位藏家这位先生也蛮有意思的，但是他外面没镶边儿，就是一个残片，也是一个盘底，中间画了一个什么呢？单描，这个是一尾渡江，达摩，中间立这个达摩，达摩脚底下站着一根芦苇，全部是单线勾了，就是用书画上来讲就是白描，非常的漂亮，神韵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站在这个芦苇上面，底下几根线条代表了底下是这个波浪反面也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看这是双圈的，它那个不是，它底下就是一个单圈，中间就写了一个字佛。当时真是非常有意思这件东西，因为我看这个，因为市场比较大，我想等会儿我过来以后呢再来买它，因为他当时给我开价800块，我说这价格够硬，我说我转一圈过来，我来再跟他谈这个事儿。结果等我转过来以后，这件东西被卖了。把我到今天，这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后悔不已。所以我就讲，有些好东西真正碰到了，你不应该犹豫不决，失之交臂，对吧？尽管当时觉得有点贵了，但是那个东西我再也没见过，而且这个东西你不可能碰到第二件了，真的太可惜了，让我后悔。对让我后悔不已真的是所以我就讲，跟镜头前的朋友呢，我们交流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可爱的东西、非常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不应该犹豫不决。当然，首先你要喜欢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事情，无从谈起。真正喜欢了，该出手的时候就应该出手，那件事情直到今天我仍然耿耿于怀，这个几十年了，是吧？那么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才触景生情谈到这个事儿。那么所以呢，借这个事儿，我也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东西呢也是不错的一件作品。画内容反正是《西厢记》底面款呢写的也是比较规制，明显的看得出来底下也有非常细小的针笔眼，那么说明这件东西呢用常识釉的，也是一个标准的康熙时期的一个作品。当然它也有款了，但是底下的釉底下的针笔眼告诉我，它即便没有款，它也是100%的康熙作品。
啊，难能可贵啊，难能可贵。这位先生还是比较创新的，非常有创意，很好啊，很好的一件作品。好的，我们再来。那我们继续给大家拿下一件。好，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后来我们在这个创会期间呀，我特别记得就是我们上海文物商店的过去一些老前辈，啊，他们呢也是非常有创意，就是把一些瓷片，啊，所以后来我们在北京看到有些朋友啊做什么手镯呀，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实际上最早最有创意的是上海文物商店的一些老前辈。他们做了这些东西，做了很多，为我们国家创汇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是把那个一些小的图案，把它割下来，然后做镶嵌，有的银嵌，有的银鎏金，有的做就像刚才像做成这样的，做插屏、做座屏，各式各样。有的呢做挂屏，非常有意思，包括现在有创意。这个潘家园集市里面还有很多人，是吧？还在做这个吗？对，有的很多人去把它改成一些首饰然后什么的，就是也可以让这个瓷片本身最精彩的部分去得以就是保留嘛。对，这个呢实际上是感谢我们过去这个上海文物商店的一些老前辈他们做的非常有创意，而且呢销售的很多，销售量挺大的。对的。那个是为了争取外汇不容易不容易。好的，我们再来。那我们现在继续看到的是这个187号，清代晚期的一件青花五彩龙纹蒜头瓶，然后口沿的部分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写了这个大明嘉靖年制的6字单行款制的，所以整件东西整体来说还是去追慕明代时期的一件作品，不管是从这个造型也好，纹饰也好。就是唯一不同的是，明代的五彩的话，它更加的浓艳一点，但这件的话，它就会更加的就是明快一点，就不太一样了。就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更浓重和更薄一点，就是它整体的力度可能会没有前朝那么的，因为毕竟是清代晚期的作品了嘛。对，从整体纹饰上来说的话。其实，尤其是这个龙纹的部分，就是首先我们看到这个鼻子是这种龙的嘴巴，鼻子的部分是呈这种如意形的，对，而且特别像这种猪的嘴巴一样，这种也是明代龙纹的一个明中期龙纹的一个特征吧，然后包括这个造型也好，以及这个龙的爪子，我们就是之前也有提到过这种明中期眼镜龙风车爪嘛，它这个爪子像这种风车一样的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所以整件还是去仿制这个嘉万时期风格的一件作品。这个我们可以把那个照片里边有一个明代嘉靖的嘉靖万历时期的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这样的话大家就比较容易这个看到照片以后呢，我们再看这件东西的时候就更加容易的区别它两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对，看一下这个龙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造型。对，好，这个呢，把这个两